又是一年毕业季，2024届的大学生们找到工作了吗？根据教育部公布数据，202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179万，再次创新高。那么，今年这1000多万人的就业形势如何呢？答案是很不乐观。智联招聘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，2024年的毕业生就业率总体不到一半，相比去年又下降了。其中，大专毕业生 offer 获得率56.6%，本科生则是45.4%，至于硕博生拿到 offer 的只有44.4%。总体来说，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只有一半而已。而相比找工作的困难，招聘软件却是赚翻了。拿行业头部的 Boss 直聘来说，今年一季度净利润达到历史新高的17亿元，同比大涨33.4%。在反映到用户上， Boss 直聘一季度的月活跃用户高达4660万人。知道这个数字增长有多恐怖吗？给大家看个表格。2019年时 ，Boss 直聘月活才1150万，然后逐年上涨，特别是2023年突然暴增到4230万，然后今年又刷新了记录。焦虑的求职者撑起了招聘软件们的利润和高月活。果然，世界上最稳妥的买卖不是挖金子，而是卖挖金子的铲子。这期视频我们就借此话题聊聊 Boss 直聘是如何在招聘软件中脱颖而出，又是怎么在就业难的背景下疯狂赚钱的。其实，互联网招聘平台的出现比大家想象的要早很多。早在1997年，智联招聘和中华英才网就双双上线，2年后，前程无忧也横空出世。在此基础上，不断延伸出很多中小型或地方性的在线招聘平台。他们的商业模式简单粗暴，一句话概括就是卖简历。通常情况下，企业在网站上发布职位需要付费一次，买推荐位付费一次，然后求职者投了简历后，企业下载简历再付费一次。不过，对于求职者都是不收费的，这就导致求职者和招聘者之间的匹配度非常低。怕大家不理解所谓的匹配度，咱解释一下。首先，求职者投简历的过程中是无法和招聘者沟通的。为了扩大收到 offer 的概率，只能一股脑海投，而招聘者那边也不知道收到的一堆简历中到底哪个合适，只能花钱全部下载下来，然后一个个阅读筛选，最终发现绝大部分简历都不符合条件，浪费了钱和时间，还找不到合适的候选人。这种情况简单理解就是双方之间缺乏有效沟通。毕竟找工作需要聊很多内容，不是一张简历就能摸清一个人的。于是，在用户的不满声中，招聘网站的效率之争开始了。率先登场的是领英。2011年，领英的成功上市，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社交招聘的热潮。本土化平台麦麦随后应运而生。两者的玩法相似，就是利用类似经营朋友圈、论坛、博客等社交模式，让职场人互相勾搭、交换名片、建立人脉。这不仅让信息更加透明，还可以通过人脉关系加深对彼此的了解，撮合效率有所提高。但缺点是，领英、麦麦并不是纯粹的招聘平台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紧接着，垂直类招聘网站出现了，代表平台有拉勾网和丁香人才网，前者专门为互联网人才而生，后者则重点服务于医疗行业。但特定行业的局限性也注定了这类网站做不大，影响力很有限。同一时期比较出彩的还有个主打猎头服务的猎聘，不过依然很局限，猎头一般只服务于中高端人才，普通人在上面很难找到工作，就算有猎头联系，基本也是销售、中介、保险等万年确认的岗位。总的来说，过去的招聘平台缺点很多，要么是沟通效率低，要么是无法照顾到各类人群需求，要么是岗位不够全面。直到2014年 Boss 直聘出现了，改变了这些局面。Boss 直聘创始人叫做赵鹏，曾在智联招聘工作多年，一路从公关经理做到 CEO。然而在2010年，由于高层内斗，赵鹏离开了智联招聘。原本他打算继续从事招聘行业，但竞业协议有限制，只好先在投行干了3年。尽管3年来一度掌握数亿美元的资金，他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合做投资。因此3年之期一到，他立马决定创业做招聘。2013年底，赵鹏先后找到了策源创投的合伙人原野以及小米的雷军，希望能拉到第一笔融资。谈判过程很顺利，仅用时40分钟，他就成功打动了雷军和原野。2014年初，几百万美金投资款到账。利用这笔钱，他先是收购了企业点评类网站分治网，将其改名为看准网，主打雇主评价服务。然后在2014年7月，又上线了 Boss 直聘 App， 主打移动加直聊加精准匹配的差异化模式，
喊出了找工作和老板谈的口号。其实 Boss 直聘刚上线的时候，行业普遍不看好，因为它主打的内容在当时是很不切实际的。我们来一个个分析。首先是移动，顾名思义就是以手机 App 为载体。彼时社会还没有现在这么内卷，找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低频需求，很少有人会专门下载个 App。传统招聘平台还是以 PC 端为主，没有像 Boss 直聘一样梭哈移动端的。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，手机成为人们的主力上网设备， Boss 直聘赌对了。其次是直聊，即直接像聊微信一样和老板谈。当时大家都很不理解，老板日理万机，怎么可能天天抱着个手机和求职者聊天？招聘都是 HR 干的事。巧合的是， Boss 直聘正好赶上了互联网创业的时代红利，找工作和老板谈真的成为了现实。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背景，2014年，国家号召大众创新、万众创业，大量科技类、互联网小微企业纷纷诞生。这些小微企业刚成立的时候，大多都在缺钱缺人的阶段。你让他专门设立个人力资源部门搞招聘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那招聘的事情交给谁做？当然是老板自己了。另外，有过创业经历的小伙伴应该能理解，一个刚刚成立的创业公司，用人选择是十分慎重的。他们要找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职场打工人，更是一个可以长期稳定合作的工作伙伴。只有老板亲力亲为，对求职者足够了解，才能放心去经营公司。仅这个优点就吸引了无数小微企业老板的喜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咱们国家，别看动不动就提互联网大厂，但实际上市场主体的绝大部分都是小微企业，这就给了 Boss 直聘强大的基本盘。于是到2016年，仅上线2年时间， Boss 直聘就吸引了900多万用户，成为行业黑马。很多老牌招聘平台也纷纷改变看法，如智联招聘和猎聘也跟随 Boss 直聘上线了直聊功能。差异化是 Boss 直聘成为黑马的原因，但真正让它走向行业老大地位是从洗脑广告开始的。2018年 Boss 直聘增长乏力，急需一场重要的广告营销来吸引用户。那年恰逢世界杯， Boss 直聘砸了1个多亿的重金，拿下了央视世界杯广告投放机会。这笔钱当时相当于公司的全部家当，但投放时间很短，只有10几秒的时间。所以 Boss 直聘必须要在10几秒的时间内做一个让观众立马记住产品名称和功能的广告，不然一切前功尽弃。几经辗转，广告策划交给了一家名叫宏制作的广告公司。这家公司有很多知名案例，比如14年春晚小米广告片《我们的时代》就曾为小米打开声量，起到重要作用。拿到 Boss 直聘的需求后，宏制作想出了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，找工作上 Boss 直聘的口号，并将其放在了一个球迷互相喊话的场景，最终交出了 Boss 直聘世界杯加油篇。尽管这则魔性洗脑简单粗暴的广告在网上被骂得很惨，但不得不承认带来的效果是实打实的好。据了解，2018年世界杯期间 Boss 直聘的日活用户连续创新高，无论是 C 端还是 B 端，注册用户都持续翻倍增长。到当年9月份，用户突破6300万，成功从一个招聘小 App 跻身行业第一梯队。自那以后， Boss 直聘就像找到了流量密码一样，疯狂打广告，将洗脑贯彻到底。当年年底就联系宏制作，赶紧出来一期新的跳槽广告，将跳楼和跳槽联系在一起，无限放大争议。然后又各种找代言拍新广告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盖尔加朵、刘涛、沈腾等都为 Boss 直聘拍过广告。无论哪一支广告，传播的核心点就那一句：找工作跟老板谈。再后来发展到大街小巷，无论是电梯还是街头广告，又或者是地铁，凡是打工人常出没的地方，到处都有 Boss 直聘硕大的广告，以至于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，狗皮膏药般的把广告贴在比分下面，主打一个恶心观众。但这些都不重要，能吸引到用户注册就行。数据显示，2019年时 Boss 直聘月活才1150万，然后逐年上涨，特别是2023年突然暴增到4230万，然后今年一季度又刷新了记录到4660万。OK， 了解完 Boss 直聘是怎么崛起的，那我们再看看它是怎么赚钱的。事实上 Boss 直聘超过 95% 的营收都来源于企业客户的线上招聘业务。简单了解一下，你就知道收费有多狠了。企业发布一条职位信息，时长1个月，收费标准是98元。如果想把职位信息置顶于行业的前几条，就需要支付498元每次。如果是主动邀请候选人投递简历的话，
价格是每次198元，就连和求职者聊天也是收费的。一张搜索畅聊卡328元，最多只能交流40人次，不小心点多了，那就得额外氪金。如果觉得基础功能不够用， Boss 直聘还贴心的提供诸多豪华套餐，价格分别在10800元到17800元之间。所以有时候别怪 Boss 直聘的 HR 怎么那么高冷，爱搭不理的，毕竟人家是付费和你聊天的。至于对求职者的收费， Boss 直聘也有，是个 VIP 套餐，68元每月，提供自动简历刷新、竞争力分析、优先提醒 Boss 等服务。但作为过来人，不得不说一句，这功能真的没啥用。看视频的大学生们，以后找工作的时候可千万别花这个冤枉钱。说到大学生， Boss 直聘营收高的原因之二，便是庞大的毕业生规模所带来的市场效益。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，同比增加21万。同时，预计2025年可能会继续以指数级增长，毕业生超过1500万。庞大的毕业生带动了庞大的就业需求。Boss 直聘也因为庞大的访问量屡次崩幅，光是2023年就崩了3次。比如去年9月15日10点15分26秒，就有超4700万人同时在刷 Boss 直聘，导致服务器超荷载崩溃。说了这么多，该吐槽了，不然还以为咱恰饭呢。众所周知， Boss 直聘总是强调直接和老板谈，但事实上，现在 Boss 直聘里的老板数量急剧减少，大多数还是和 HR 或类似部门领导之类的人在聊，跟老板直接对话已经成为噱头。那 Boss 直聘算不算虚假宣传呢？只能说他重新定义了什么是 Boss。官方客服曾经回应过， HR 也属于企业管理者之一，因此也算 Boss，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其次， Boss 直聘最让人诟病的就是骗子多，不是一般的多，关键是官方很难治理，因为这是基本盘决定的。Boss 直聘的企业用户大多是小微企业，这类企业一多就更接近真实社会。说直白点，骗子越多，比如2017年因 Boss 直聘误入传销付出生命代价的李文星，哪怕是现在 Boss 直聘也有大把一眼看无厘头的职位，比如职位名称写招几个小可爱，招摸鱼的，挑战半年买奥迪，来一个不干人事的人事等等。试问谁家正经公司会这样搞招聘？实在不理解 Boss 直聘为什么允许这种职位发布。对初入社会的毕业生来说，又有几个能摸清其中套路？一不小心被骗去面试，轻则被骗钱，重则有生命危险。最后，在目前的形势中，高效的促进社会就业，尽力为就业市场提供价值，才是招聘平台应有的担当。如果只是考虑赚大钱，那因好时代才过上好日子的 Boss 直聘，恐怕迟早会被反噬。